俄军苏25被自家击落，俄防空部成为抗俄主力，乌军改变防守策略，边打边退，打击俄军有生力量。美军新式机器人战车启动，英国将替代美国成为援乌领头羊。摩尔多瓦接收地面大师200雷达，只为防御俄罗斯导弹。事情不少，咱们一个一个来看。12月21号，英国国防部发布的情报简报认为，俄军尽管在多个地域发起进攻，但是他们不太可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主要原因是单次攻击规模太小，甚至很少超过排级。内幕等媒体也持类似观点，认为乌军明年的作战思路依然是防守反击，而且已经在大部分战线上转入防守状态，并且增强了对野战防御的重视。乌军非常擅长防守，可以对进攻俄军造成重大伤亡。尽管俄军每天的炮弹消耗量远高于乌军，不过乌军认为现在两军都缺乏足够弹药。就俄军而言，不得不大量使用来自东亚半岛国家的炮弹，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而且俄军的炮弹问题很严重，即便是俄军自己拆箱时，也是看着炮弹回想着曾经富足的时光。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这些主体炮弹已经出现了炸膛现象，给俄军造成了装备和人员损失，特别是在特普林斯基上将领导的俄军蒂涅伯集团军中，记录有更多类似的案件。除了弹药，俄军的装备也很紧缺。虽然包括普京总统和国防部长绍伊古在内的俄罗斯高层都宣称装备产量不断提升，今年生产的装甲车是去年的2倍，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俄军中的步兵营数量仍在持续增加，总员额很可能超过了30万人。这里要提一下，这个步兵营指的是仅有汽车，没有坦克、步兵战车或者自行火炮的纯步兵。如果装备跟上了节奏，那么纯步兵营应该是不会出现的。俄罗斯官方对于这些声音没有给出合理的回复，而且大量的图片和视频确实显示，俄军在进攻时缺乏坦克或者步兵战车掩护。与俄罗斯空军关系密切的电报账号 Flight Bomber 透露，俄军很可能再次损失了一架苏25，并且表示这架苏25攻击机极可能是被俄军自己的山毛榉防空系统给打下来的。乌克兰空军证实了该消息，是俄军防空系统击落了这架苏25，并且宣称被击落的苏25不是一架，而是2架。为此，乌克兰空军特别表示了感谢。击落俄罗斯苏25的不是乌克兰防空部队，这是俄罗斯防空部队明确而协调的行动，为此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据图片报报道，乌克兰军队目前的新战略呢是杀戮杀戮杀戮。乌克兰正在推迟收复被占领领土的计划，在尽量减少自身损失的情况下，给俄军造成更多的伤亡。坚守阵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乌克兰人活下来。而由于俄军数量远高于乌军，对阵地的控制已经不再是主要要求。司令部并未因此对基层军官施压。乌军目前的战略被称为以战控退，即便是选择后撤，也会提前布雷，不管怎样都要杀伤俄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乌军计划通过这种策略来将局势升级推向高峰，挫败俄军的进攻计划。据欧洲独立广场报道的报道称，俄军军队正在向4个方向发起猛烈进攻，分别是库皮扬斯克、莱曼、巴赫穆特、阿夫迪夫卡。俄军不断派出连级部队，在坦克和步兵战车的支援下发起人潮攻势。这种攻势对俄军的人员和后勤补给要求很高。乌军前线部队顽强抵抗俄军进攻的同时，将更多力量用于扰乱俄军的后勤，迫使俄军降低进攻强度。在顿涅茨克方向，已经有2个燃料库和1个大型弹药库被摧毁。在马里乌波尔，俄军用来储存重型装备的混凝土工厂和用作防空基地的港口城地区都遭到了攻击。在赫尔松地区，乌军攻击了曾经是俄军最安全、最重要的后勤枢纽格尼奇斯克，甚至迫使俄军关闭了阿拉巴特夹。当然，遭到最猛烈攻击的依然是克里米亚。乌军袭击了塞瓦斯托波尔、战科伊和切尔诺莫斯克的俄军后勤系统。在这一系列攻击中呢，乌军使用了特工破坏、自杀式无人机、海马斯火箭炮、ATACMS 和风暴阴影巡航导弹等各种方式。乌克兰空军也不断地破坏俄军防空网，为远程导弹打击俄军纵深打开窗口。
俄罗斯军队则宣称击落了大量来袭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但缺乏足够的视觉证据。分析人士认为，乌军这一系列的远程打击行动会为前线乌军提供一个缓解防御压力，并且可能改善其战术地位的窗口。而且咱们也从前2期的战报中看了出来，俄军加大了反攻的力度，但战线毫无变化，恰恰说明了乌军截断后勤的成功。根据法新社12月22号报道，摩尔多瓦国防部称已经收到了法国泰雷斯公司的一套雷达系统及监视空域，主要原因呢是俄罗斯打击乌克兰的导弹频繁地侵犯摩尔多瓦领空。摩尔多瓦总理多林·雷切安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强调说，摩尔多瓦需要一套现代的防空系统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摩尔多瓦今年9月就宣布获得了泰雷斯公司生产的地面大师200雷达，这款雷达可以探测250公里外的飞行器，也可以通过联网并入一套防空系统内。这套雷达系统对于加强摩尔多瓦的防空能力至关重要。从地图上看得非常清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进攻再一次让其周围的欧洲国家举起了武器。从几日前的欧洲反导计划看，俄罗斯成功地军事化了欧洲，并且陷入了包围中。根据美国国防月刊网站12月12号报道，美国陆军采取了稳妥的方针来开发其首款无人战车，因为这将是陆军士兵的最大福音。不过呢，陆军领导人最近表示，他们渴望将该技术更早地整合到编队中。陆军部长克里斯蒂娜·沃穆斯表示，该军种正在启动新的人机一体化编队计划。他认为，这种人机一体化编队将会让机器人去面对敌人，可以有效地减少士兵的伤亡。机器人战车是美国陆军将该技术运用到战场上的首要项目。陆军最初设想了3种型号的机器人战车，轻型、中型和重型，并且在2020年与凯奈蒂克北美公司签订合同，建造轻型机器人战车用于实验，由德士隆系统公司建造中型机器人战车。然而陆军为了尽早见到成效，决定缩减计划，只开发一种重量较轻的型号。在今年9月，陆军选择了4家承包商来建造原型机，每家呢将生产2部机器人战车用于后续评估。美陆军对于轻型机器人战车的设想要求呢是混合动力，总重量是不超过3855.53公斤，最大有效载荷不超过3175.14公斤。3车编成一组，包括1辆载人控制车和2辆携带一系列相应有效载荷的机器人僚车。这种设想类似 FX6 代机和中程僚机的设计。当然呢，也有人提出不同的设想。佐治亚州摩尔堡的指挥官柯蒂斯·布扎德少将表示，机器人系统在主力部队进攻前完成收集情报、进行监视、嗅探化学、生武器、设置反无人机系统、执行突破任务，这种类似现代无人机承担的任务，由单独的机器人去完成冲锋陷阵和致命打击。与此同时， MCQ 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奥什科什防务公司和德士隆系统公司这4家承包商的高管在年会间隙接受国防杂志采访时表示，他们提供的4种机器人战车原型在满足陆军项目要求的同时，在能力和设计上各不相同。MCQ 公司由 MCQ 公司、HDT 全球公司和 BAE 系统公司组成。他们设计的 Wolf X 是一种混合动力车，即电动柴油车，用于支持轻型步兵，可以在有人驾驶车辆无法抵达的地方行驶，例如狭窄的小路、陡峭的山坡和茂密的丛林。也是4家承包商中唯一提供轮式机器人战车的公司。经过研究和测试发现，与履带式车辆相比，轮式解决方案提供了最佳的机动性、最佳的可靠性，维护保养最简单。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公司正在开发和调试的 TRX RCV， 即10吨履带式机器人。TRX 是一款混合动力电车，其动力和体积使之成为现代战场上多用途有人到无人组合的理想平台。通用动力公司称， TRX 可以为战场上许多不同的角色提供支持，包括直接和间接火力、反无人机系统、电子战和侦察。奥什科什防务公司称，他们与合作伙伴普拉特米勒防务公司和凯奈蒂克北美公司共同开发了机器人战车原型，可提供增强的态势感知、杀伤力和战术选择，以支持多域作战。
德士隆系统公司的 Repsol M3 RCV 坚固可靠，满足陆军要求，同时注重可运输性和任务通用性。根据说明书介绍 ，M3 具有开放式架构设计和通用底盘，可支持各种有效载荷。最终军方要求这4家承包商在2024年8月之前交付原型车。看来咱们再等8个月就能看到机器人战车了。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府准备再次扮演领头羊角色，很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内与乌克兰政府签署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条约。过去半年来，乌克兰政府一直在和约30个国家谈判签署类似条约。本来计划由美国首先签署，但因为美国国会目前的情况，英国政府决定接管美国空出来的领导者位置。英国和乌克兰两国政府计划签署的这份安全保障条约将明确指出支持基辅抗击俄罗斯的目标，内容包括海军合作以及正式启动双方情报共享。英国还将继续为乌克兰训练军队，同时在击退莫斯科后的安全保障问题，并要求英国在俄罗斯再次进攻乌克兰时自动增加武器供应，并重新制裁俄罗斯。基于英国政府对乌克兰在黑海上的行动印象深刻，他们将向乌克兰提供海军方面的防御能力支持。在俄乌战争爆发后，英国在军事援助乌克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仅次于美国，甚至在很多时候比美国更重要。英国率先向乌克兰提供了现代化主战坦克和空射巡航导弹，进而带动了其他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了同类武器。而除了这些能直接看到的武器弹药外，英国还向乌克兰提供了看不见但很可能更重要的其他军事支持，比如情报和军事建议。由于政治上的原因，美国高级军事将领并未访问乌克兰，英国国防参谋长海军上将托尼·拉达金爵士成为访问乌克兰的北约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这被认为是英国对乌克兰最重要而被低估的军事支持。另外，分析人士认为，一旦英国和乌克兰正式签署这份为期10年的安全保障条约，英国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支持，尤其是在海军方面，将帮助乌军进一步打击俄黑海舰队，强化对黑海的控制，尤其是攻击黑海舰队中可以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船只。多击沉一艘俄军舰艇就意味着可以节省更多的防空导弹，变相的就降低了黑海舰队给乌克兰防空造成的压力。既有英国这样敢为天下先、愿意扮演领头羊角色的国家，也就一定会有扮演反对者角色的国家。斯洛伐克总理菲科宣称要阻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认为这会导致第3次世界大战爆发。好了，今天战报就到这儿，我是大兵，我们明日战报再见。